你根本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是一天有48个小时，他怎么做到的？大家好，我是睡觉前会用手机 app 去关灯，懒得下床的 Iris。大家好，我是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有自动卸妆、洗脸、洗头一体机发明出来，懒得动手的别笑。我们这期主打一个字儿，懒（括号偷）对，我们重点在偷上面。对对对。为什么会有这期节目？朋友们，我们一起回想一下漫漫人生路。漫漫人生路。比如说我最近解密码都是直接脸，直接一推开它扫我，识别我的 Face ID， 或者是你的双眼。对，戴着口罩的时候是识别你的双眼。然后我用那个电脑填密码的时候，比如说 Mac， 它就是指纹直接帮你填密码，你就不用费劲巴拉想每个网站的密码是啥来着。对，也不用再去敲打几个键盘，虽然那个没有多长时间，但是你发现渐渐累积在一起，那还是一个挺长的时间段，是吧？没错。然后呢，善用顺带这个功能。正好此时此刻这个时候一切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让别人来帮我带一杯咖啡帮我买一份午餐帮我顺带着去扔个垃圾啊，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还能干我的事情。但是这个也分情况，我只是说善用，你可以就是分情况好好利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偷懒的时刻。包括比如说夏天马上要来了，就是你回家之后再开空调再开灯，你还得找什么遥控器，还得到时候翻，你就可以用手机 app 提前设置好智能的，就是全屋智能。快到家的时候，对，你就那个开一下 Siri， 在家你就可以跟人说，哎，嘿 Siri 帮我设一个明天的闹钟，就不用再打开手机来回设置了。我们还可以及时的更新或者善用一些手边的工具道具，就像之前我们俩都入了自行车，如果要是变成我们的日常，那你不如一步到位，尽可能的一步到位去选一个好一点的自行车，那你可能骑起来或者是在之后的一些什么售后啊维修啊，你就可能能省好多事儿。对，没错。包括就是你可以比如说让 ChatGPT 帮你写邮件，用 Perplexity 帮你整理一些就是善用工具文献，对，用 Excel 去帮你做一些加减乘除。对，你要自己一个一个摁，还会摁错。你说你摁计算器摁半天，你也摁不出一首生日快乐出来。有些人是可以的，但我不行。有 Excel 为什么不用呢？对，就是善用和更新你手边的一些实际的工具和一些线上的工具。类似的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在想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也有蛮多的就是偷懒的时刻，好像感觉就是别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也许可以交流一下。对，让我再多掌握一些能够偷懒的技巧，我们要小巧思。怎么说的来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渔的。对，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它的偷懒的前提就是你得先经历过，你得有一些勤奋的基础，你才可以不断的优化提高你的效率，什么生产力。如果你啥都不干，那是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不了的，对，这是抵达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但这个终极目标的能实现的有可能实现的概率也是前期你做了很多事情。那么在做这些前期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些偷懒的时刻，辅助我们完成一些未来的比较宏大的目标，比如说啥也不干。但是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和身边交往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圈层里面，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离不开勤奋的。对，但是我更相信的是这个世界上是那些勤奋，而且他勤奋到想通过偷懒的方式去勤奋的人改变的。聪明的勤奋。对，就这种人他首先要用脑子然后做这件事情他才能偷懒。比如说洗衣机，他就是用来偷懒的。如果勤奋的人他一直洗，一直手洗，一直去河里洗，那可能人类就会停留在最原始的手洗。对，不是说手洗不好的意思，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材质，那还是需要手洗。
对，有些可能你自己的贴身的就是不想和其他的搅在一起，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可以否认，从平均上来说，一定是洗衣机的效率更高。我们为什么要执念于用手洗才会洗得干净呢？家里面长辈其实不是，对，家里面长辈老说，哎呀，洗不干净。我经常看到老外还用洗衣机洗鞋，我暂时还不能接受啊。这个我暂时也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不重要。对，但是就是家里面老人就会觉得洗不干净，其实不是的。我一直觉得机器能比人洗得干净。再比如说那个扫地机器人，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那个拖把，就是360度来回旋转，不一定要非得趴在地上那种。不一定说家里的地板和瓷砖地面就一定要蹲着或者是跪着去擦才能体现出家里的地板是被擦干净了或者怎么样，还是说我有认真的在做一个家务，是因为我跪着拖地了，那这个地板肯定干净，有了匠心。其实不是这样。如果啊，这个我也要加好多前提。如果你真的非常享受，我就是喜欢跪在地上擦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很多情况下，跪着擦地这个方式，一是会伤自己的身体，二是它会被用来道德绑架别人。对，就是有一天我没有跪着擦地的时候，他会来用这个标准来说你没有好好的做家务，以及就会升华到我对这个家不负责任，以及我是一个懒人。哇，我想想，所有的这些智能小家电的发明，不是说让我们成为一个懒人，而是让我们勤用或者是会用这些工具，变成有一些懒偷掉，变成我们能够干别的事情的人。所以这不就是刚开始我们俩最一开始的疑问吗？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一天有那么多的精力？那就是他会善用啊。对啊，这期主要是学习和交流，学习，和我们的 slogan 是一样的。今天是个学生，今天是一期钓鱼节目，希望能再多学一点偷懒的技巧。你说这个，我就觉得我们俩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以前我住校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学，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想去喝粥，但是我又没有那个我们当时不准用那个什么电饭锅之类的，我们就用保温瓶倒一点米，倒一锅开水，就把那个焖出来。对，第二天早上直接倒粥喝，这不也属于偷懒吗？对啊，吃起来10分钟去食堂了，对，直接在宿舍就吃了。对，现在想想，哇塞，这懒偷的绝了。还有，我是之前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一天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偷懒特别高级。他有3个扫地机器人，然后他给这3个扫地机器人都规划了不同的分区，在他的客厅和卧室还有另外一个房间，就是分工合作。他早上一起来，先把这3个机器人打开，然后规划好路径，他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他就开始洗漱，然后出门回来，然后3个扫地机器人也扫完了，全屋都已经 OK 了。他的一天才开始，感觉他什么都没有干，但是其实他屋子里面大部分的家务活已经全干完了。哇，我就突然想到，我说伟大的发明啊，扫地机器人。而且他非常合理的规划了他的路径，所以就是基本上他全屋都能够打扫干净。这只是2个小影子。对，我试图理了一下，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全面，我们可以就是大概从这4个维度去聊。第一个我是觉得是可以用一些计划性的方式，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但是首先你要砍一大片柴，如果你就是砍1根柴，可以不用磨刀了，就直接撇了算了。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列 to do list 的人，我在单位工作的时候有一本 weekly to do， 就是周计划，还有一本更大的 A3 那么大的一个月计划，然后我会把我要做的事情标上去，以及可能我会用那个艾森豪威尔那个什么记事法，什么对，一个方法，对，其实就是那个4象限。这是我有一次去投一份简历，然后他问我一共有6-7件事儿，你要先做什么事儿，优先级啊，他当时没说这是啥方法，我就回去搜，我是面试完了之后才知道这个方法。按照优先级有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肯定是重要紧急的事儿最做，然后是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重要的事情要先做，但有的时候会在重要不紧急和紧急不重要这2件事儿里面纠结徘徊。面试的时候这特别容易出错，后来我发现一定是重要的事情先做，紧急的事儿它再急，只要它不重要，
算了也就算了，就是犯错，他犯的也是不大的错，而且你可以让其他的人，你可以让你手底下的小朋友呀，或者是让别人啊，对偷懒的，对，就是双引号偷懒的一个技巧。有一个人在敲门，没关系，不行就等他走了，回头再把他约过来，就这种事情其实是可以，你慢慢体会，你就会对慢慢体会出来熟悉出来的。对，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往往大家会因为，就包括我自己，我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简单，而且又做完了，就是会有很大的成就感。那我干脆就先做了呗，然后给自己树立一点信心，再往后做。其实不是这样，往往会你做完了之后，你就想，哎，那我歇一下吧，重要的事儿也没做。我有一次，因为我现在是尊贵的 ChatGPT。高级是搞笑的是，我那天有3件事情要做，是2个小时剪一个音频，半个小时写一个计划，还有半个小时做另外一件事情，就不知道这3件事该怎么做。我就分别问了 GPT 3.5 和 GPT 4.0。3.5 跟我说的是，你先做那个重要的事情，做完了之后你再做那2个不重要的事情，短的，因为那2个事情时间长，做完了第一个之后你就顺手做了。4.0 说的是，你先做 0.5 个小时的事情，培养一点你自己的那种愉悦感，渐入佳境，做那个2个小时的事情，然后再做那个 0.5 小时的事情。就是他会给我了2套方案。你选哪个？我选择了那个 4.0 的，因为我付了钱。但我问题是我发现我做完那 0.5 个小时的事儿之后嘛，另外2件事我就不想做了。如果是我也是我可能会先做那个大头的那个。对，但是这个事情就会发现，不管别人给你再好的计划，一定是你要去做。他给了你方案，你列了图度，你用了番茄工作法，巴拉巴拉巴拉，你用了这种记忆法，那种学习法，然后你只是想了，对，但是手没有跟着的话，那你没有偷懒，就是最后你可能全都压在你身上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性这一块儿，不管是列图度啊，然后包括你预约一些事情。你熟悉一下你每一件事情的那个流程，然后从什么开始做，以什么收尾，你先想好，你先花时间花精力把你的这个捋顺了之后，那你接下来一天顺畅，你可能一直是在忙，但是你顺下来忙的，你就不觉得你这一天过得特别特别的异常的累。对，没错。比如说我就去丢个垃圾，你就别想了，你有想的时间，你垃圾都丢完了。是的，在计划这件事情上也要想一下，什么事情值得你去计划，对，什么事情就值得你直接就去做了，你不要去规划，你规划那个时间也是消耗你精力的时候。大部分人行动力都还赶不上，还用不着计划，就是洗碗你就洗了，你别想着说我看过电视我再洗，不是那就不会洗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计划性，在事前做到中间的时候，你其实也要看一下你的进度是不是跟你之前的计划需要调整，不是说我一套计划做完了之后我就再也不变了，而是说我一定要根据这个事实的发展状态去不断调整。这个地方我还是想安利一下，我觉得飞书还是蛮好用的，就是它有那么多的模板，你不得不说人家字节为什么这个管理，但它呢就会有一种让我觉得大厂有点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了，太极致了，可能也不需要，就可能我们这种小公司小单位没必要用到那个程度，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蛮好的。大规模的可能更需要做好，因为它协调的方面更多嘛。对，合理的时间规划。没错，这是我的第一个角度，计划性。通过计划性的安排，帮你省去后面的很多的一些懒，你就可以小小的偷一点，偷点是一点，怎么不算的？第二种，觉得可以偷懒的模式是尽量的寻找替代性的东西，一切只要有能替代掉你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你就把它替代掉。能让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让什么人做什么事情，让什么专业的人做那一项专业的事情，合理的分工，合理的分配。我觉得是太对了，又完成任务，然后你也不用那么耗尽你的心血，感觉我怎么什么事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干，这不就偷懒吗？是，我说句好笑的事情，就是之前安那个水龙头，就给我家安水池，然后我问他说，哎，你安个水龙头多少钱呀？他说40。我说哇塞，现在人力这么贵，换个水龙头敢要我40，我不要你换了，我自己换。首先我要下单买水龙头，其次买回来了要买生胶带，然后生胶带还要顺时针逆时针，
按上去了之后又劲儿又不够，最后吧，那个因为我用的力可能不对，导致那个水龙头豁了一个口，哇塞，又要重新买管子，最后还得让师傅。你说你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然后没有修好，然后你只是省了那40块钱。其实你偷懒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想偷懒，你问他30块钱行不行，对吧？对，你不能直接就是偷懒，在讨价还价上可以。有些钱该让什么人赚就让什么人赚掉吧。好多时候，比如说打扫家务上面，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找阿姨能够打扫干净的话，你有你这样的一个规划，你有这方面需求，你就坦然的请固定的保洁人员，什么家政人员来帮你清扫家务就可以了，不一定在打扫家务上面要做到亲力亲为，亲手擦啊。跪着擦，跪着擦，我好有画面感哦。就是地板，就之前一直认为跪着擦木地板才是对地板的尊重。等你擦完全屋地板之后，你就发现你腰特别酸，然后这也特别疼，膝盖也特别疼。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自己的时间好像不是时间，就可以随便去浪费。后来想想，我完全可以用一个扫拖一体机去把这个很快，可能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搞定了。那你再多出来的这个时间，你完全可以自己刷会儿手机，也是对自己的放松吧。对，你可以躺着看会儿东西，刷刷剧，看看手机，看看书，或者是瞎自己玩。我觉得这个要把更多这个时间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把觉得好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容易觉得自己的时间值得浪费，就不是事儿。对啊，只要不损失我们的钱就行，我们的时间可以随便浪费。我现在觉得时间不能浪费，我得抓紧时间休息。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最近就会觉得我要写个邮件嘛，其实每次我写的时候我都在绞尽脑汁，我会在想，哎呀，我不想干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又得礼貌的拒绝，不能让别人觉得我好像不愿意干活。在这个东西勾心斗角，就写这个邮件本身是很难受的，但我自己在焦虑，就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想偷懒，但是我又要拒绝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会发现我需要想的事情是把我自己想清楚，然后下一个正确的 prompt， 下一个准确的描述给比如说 AI 的这个工具，告诉他你帮我写一封邮件，用什么样的口吻写给我的上级还是我的评级，对，然后我想要你礼貌的帮我拒绝掉这件事情，告诉他这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但同时保持一定的职业性。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想这个怎么下指令，这部分最关键。所以你的时间是应该用来动脑子，对，而不是就是在那纠结，哎呀，我这么写他会不会觉得我不想干活偷懒？对对，其实你就是想偷懒，但是他写的比我写的好，所以我觉得所以要合理。对，一定要找这个可替代的人去做这事儿。对，善用那种电子产品、科技产品，他们发明出来有的时候是觉得啊，我不想用这些东西，我不想它替代我。但是我们人不是要稍微高级一点吗？在目前来说是吧，还没有做到我们要被完全替代。那你就要善用你手边一切的工具，来让它替你解决掉你手头一些就是看起来鸡毛蒜皮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对，然后把你省下来的时间去把你的大头的大项目去搞定，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可以偷懒了。对，这个部分里面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对，最大程度的利用自己的长处。对，比如说我的长处可能是列大纲，那我就列大纲嘛。那你擅长的是把它就是描绘成绘声绘色的内容，那你就去把它描述。投入你的可能另外一个方面的长处，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做成，用别人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补足我。就我这人就是不擅长长跑，我非要去跑长跑，何必呢？没必要。我特别不擅长做饭，然后我就说你坐着，明明有一个大厨在我家，米其林大厨在我家，你坐着，今天这顿饭我必须要我做，没必要，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把自己耗在这种拿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和别人擅长的东西去比。对，你还不如琢磨琢磨我们两个人怎么能成为两块合理的积木拼起来就更有意思。对，比如说我现在出门去买衣服，我就把别校带着，我就不用考虑有些事情了嘛。我就说，我说你看这几件衣服我能买吗？别校会告诉我说，别校说这个衣服的材质不行，它有一套理论。选衣服先看材质，完了之后你再去选你的风格，这是
别笑的偷懒时髦，因为吃过很多苦。他说这个衣服啊，你一坐下就会皱，所以你别买。对，它再好看，它再是你的风格，它只要是皱的，它挂在那儿，它陈列着，它的那个陈列的衣服上面全沾的毛，我就会把艾瑞斯拉走。我说这个衣服明明白白的在它的衣服上面贴着4个字，我很沾毛，然后下面4个就是不要买我。我说你不要买这种衣服，买回家你就天天要想着我要给我的衣服沾毛，对，然后想别人是不是又看到我衣服上沾着毛，这全都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偷懒的。对，这个时候就是你要用你朋友的长处来代替你的长处，就像艾瑞斯擅长列大纲，哎，那我偷懒了呀，我就再也不用列大纲了。对啊，我想想我擅长啥？我擅长做计划吗？我可以做计划。这个节目它到底是2个月一更新还是1个月更新？主要在我。目前呢，我们就是1个月，就主要就看我这个，所以我们这不是偷懒。对，我们叫合理小利用巧思，充满了智慧。现在整个节目都闪着智慧的光芒，全是星星，周围全是小天使星星全在飞，砰砰，笑死！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对吧？对。然后我还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我们有一次去超市录那个节目，超市实在是太吵了，那个背景嘛，我实在消不掉，然后我就发给了一个咱们的一位朋友，我说他擅长，我说你能帮我把背景音给消掉吗？但是我会有点担心，就是这种事情它有个度，我不能就是每次都给他，那别人凭什么次给你，你又不给他钱，对吧？我们录节目也没有钱，然后所以也不就求助了那么一次啊，对。然后后来发现他花几百美元买了那个软件，那不正好吗？他也用不上。对呀，他正好还用上了啊，他还得谢谢咱呢。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开玩笑而已。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得有度。假如我每一次节目都说，哎，你帮我修一下，那我可能觉得我要用很多次，我就得去学习这个东西，而不能每次都去然后他再也不回我的信息，恩淡义绝，一刀两断，从此是路人，这也不行。哎呀，然后第3个，我觉得偷懒其实就是保持，对，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第3点，关于偷懒的一个小技巧。比如说，我还是希望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就是你刻意一下，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适应一个流程，但是你刻意培养一下你这个行为。比如以前啊，每次回家你觉得可能是很累了，你就是想休息，就是啥也不想干，但是往往到了最后，你就发现真的要到上床睡觉的时候，衣服没有换，该处理的一些手头的，比如说家里的垃圾没有处理啊，什么锅碗瓢盆没有收拾啊，你自己没有洗头，自己也没有洗澡，甚至你可能那天带了妆，你到你临睡前12点了1点了，你发现妆还没有卸，但是呢你已经精疲力竭，你已经很累了，然后躺在沙发上瘫了一晚上，结果当你要睡觉的时候发现我还要再做完这些事情才能上床睡觉，那你其实是累了一个晚上，你这天晚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和休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偷懒的话，那我就跟之前做计划是一样的，那我一进门先别懒，先勤快一下，勤快个半个小时，一口气就是培养一下那个一口气精神，一口气我进门先把衣服脱了，然后一口气先把妆卸了，顺便把澡洗了，然后你想瘫在沙发上，还是躺在地上，还是直接上床，还是你想趴在桌子上，你想干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做完这一系列流程之后，你发现你12点多1点多困了，想上床睡觉，哎，我直接能睡了，只要上个厕所就直接能睡了。这一个晚上过得还算充实，我也得到好的放松了。但其实你就辛苦了那半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等你把这个把你这个行为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习惯，你21天形成一个习惯，一周21天太长了，久了。然后你就发现那我每天也就是顺手的事情。对，就说到顺手，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想偷懒的话，就是你用完什么东西，你穿完什么东西换下来，或者吃完什么东西，就顺手把它回归原位，你就不用在每天或者是每周要寻寻觅觅。首先找不着东西，其次我要花1天的时间去，就是要彻底大扫除，就没必要。就是顺手你就弄完。你就特别清闲，
你这个片段我要剪出来，我奶奶听到了一定呱唧呱唧从头呱到尾，真的鼓掌是吗？真的，就我在家经常比如说回去了嘛，然后我就说哎呀歇一会儿吧，什么都不做，然后奶就说快去洗，然后吃完饭快去把碗洗了，快去把桌子都擦了，就是一切都赶紧就是先赶紧干完，对对对，一口气就别那个什么，我说不，我现在不洗脚，我最后洗，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脚呀就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洗上，对，就得立刻洗澡呀，然后洗碗啊，倒垃圾，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怎么说？这种日常的保持，其实挂衣服可能3秒，放个钥匙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对你的一个什么碗里面或者盘子里面，它其实就是顺手的事情。对你用完的，比如说女孩经常找不到自己的那个皮筋儿，扎头发皮筋儿，你只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你省去了好多时间，真的是太有用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哈，说到了最后就第4点，我觉得就很重要的，就是要在情绪上，在精神层次上，给他一些补足，要给到 emotional support， 就是情绪性支持，对情绪上的支持。分2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个人觉得嘴要甜一点，笑容要美丽一点，笑得真诚一点。对，因为你是真的就是在麻烦别人帮你偷懒，所以你真的是要真诚的从内心感到谢谢，而不是说我利用他。对，就是帮我解决一件事儿和利用他其实是两回事儿。对，我内心里面是真的会感谢他，我知道他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态度上是在麻烦别人。有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不用客气，你客气啥呀，我是顺带手的事儿。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发自肺腑的感谢，并且我要知道我不能老是这么麻烦别人。对，因为我如果要是真的变成那种人，别人是能感觉到的。我是真的是弄不出来了，我去请别人帮忙，别人能够感觉到，你确实是当下有困难，对，然后需要别人帮助你搞定，而不是这个人感觉什么事情都不想自己做，就想让别人全给他担了。有的时候其实偷懒就是在你的情绪上给到别人一个特别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别人真的会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对，这种偷懒方式是很怎么说，很 subtle， 就是很微妙的那个度啊，就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觉得就是哎呀能不能帮我做一个。对，但是别人可能很需要你的帮助。对，但是别人拒绝了你也千万不要觉得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郑重拿起，轻松放下。你去请别人帮忙这件事情，你要认真的很真诚的去沟通，但如果他拒绝了，那就拒绝了呗，再换一个呗，再换一个问呗。还有别人说，哎，没事儿，我随手的事儿，对，但你不能顺带手的事儿帮你一下，但是你真的不能认为人家是顺带手帮你解决的。对，如果你的问题让别人解决，他也是花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不是真的跟超人一样一点人的事情就给你解决了。是因为经常会有人过来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段东西？我就会觉得，就说翻译这件事情是人家专业技能，能不能帮我修张图？就偶尔你去求助别人，或者是你有一个问题问我，我可以给你解决。但如果你长期把我当成一个免费的工具，我会推荐你使用一些翻译软件。对，我有的时候就说，如果你想问我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你能不能先在网上查一下？对，我说有一些问题可能那个百度啊 Google 都知道的比我多，你只需要花3秒输入点击你就知道了。对，你来问我，然后我还要在网上给你搜索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对，我是想善于利用，就是善于让别人来帮助我辅助我做一个事情，但不是说当成一个免费的工具来供我随时随地的使用。对，这就说到了情绪的另外一面，就是菩萨低眉金刚怒目，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要很 tough。对，tough 一点，你千万不要成为被别人偷的那个懒。对，偷懒对吧？那偷谁的懒啊？就好多时候别人偷懒，你就是那个代价，对吧？其实我顺便给你烧一个什么咖啡，烧一个饭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友好的，就是对你不能默认为他只要出门就可以天然的每次都帮你带东西，带这个买那个，包括有的时候，比如说布置了一个工作给你，这个界限在哪儿？当你不能就是
就是你真的是做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就是不想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拒绝他。就是我就有点偏那种老好人性格，不会拒绝，导致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好累，做的事情好多。对，所以我现在在学习怎么，就一是我对我自己要求，就是我事情就做80%，尤其是别人过来找我帮忙的事儿，我没有必要真的做到100%，没有，对，因为我把我所有东西都掏心掏肺给别人看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善于利用我的领导或者是我其他的人去保护我。我做不过来了，你只给了我这份工作的钱，我可以稍微的多做一点，或者是这个项目我愿意投入更多，什么事儿都过来找你，你以后变成一个垃圾堆，给你的全是散活、杂活、零碎的活，别人会觉得你是应该的。对，你既没有得到提升，然后你付出了你的心血精力，然后还让别人天然的、默认的认为你就是能干这么多活呀，那不给他干，给谁干呢？等你有一天真的忙不过来，然后真的不行的时候，别人还会说你这个人真是的，对怎么到我这儿，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不帮这个忙了？对，很容易变成这样。对，其实我觉得是情绪的两面。如果就是你一直拿那个我什么忙我都不会帮你们的，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能干什么，完全不让你们知道，这样的话可能也不太好。要不然你下次怎么求别人？对，就是人嘛，你在职场你也是跟人打交道嘛，对，工作是工作，但是工作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跟人打交道嘛。没错。emotional 是两面的，一方面可能你得真诚一点，还是那个话，你想清楚了，你拒绝了别人，别人可能会说你说他就不是东西，你就承担这个后果就好了。对，你得了解你自己，你就接受你自己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然后别人在外面说那个人可会偷懒了，你说对啊，我这个人哇，你可是在夸我呢。我都学会偷懒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我办不成的事儿？我真的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我现在能想到的大概也就是这几点嘛。这都是血泪汉子总结出来的。都是我觉得就是慢慢吃过亏，比如说出来的太多的莫名其妙的事儿一起涌过来，所以你才会觉得我需要一个 to do，我需要一个哪些重要紧急的分层，漏做过什么事情，对，差点造成了一些损失或者是耽搁，然后会事后想起来会后怕的那个时候，你就会立刻养成每天规划好要做什么，做完一件事情打一下标记。对，而且就是你做完了之后迅速的把它记下，对，你记录了之后，你才以后回头看的时候它才会更容易。对，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从失败的过程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懒是说你没有经历过，你完全就是靠着想象你就直接选对了那个路，就很少，我觉得可能有太少了，但很少。我最近看那个种地吧，那个少年他们这一季就做大做强嘛。最近有一集就是说他们要搬那个玫瑰花，原来就是你2只手最多拿6盆花，但是后来会发现我拿个桶我就可以拿10盆花，如果拿那种白色的泡沫箱我就可以一次性办10几盆花。但是如果你这个白色的泡沫箱里面花放的太多，10几20盆，力量太大，那个塑料泡沫就会直接那个底哐掉了。在偷懒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限度。再比如说你可能会用流水线的方法去传递东西，比你硬就是一个一个的来回走，就是摇人，我实在做不了了，我要求助。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的时候也是一次一次在告诉我你一定要长点脑子，长点心。对，得好好用脑子。对，就是你要偷懒又不能偷懒的太多，然后要聪明的偷懒，勤奋的偷懒，这事儿它不矛盾。对，偷懒是为了让你更勤奋，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把你的精力用到做别的事情上。对，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来的勤奋，一定都是失败逐渐总结经验起来的。还有就是多观察别人的一些行为，就比如说你可能有什么值得你借鉴的，值得你模仿的，然后你觉得用在你自己的工作生活里面也是可以的，适当的模仿也是一个偷懒的小技巧或者是学习一下别人的为人处事的那种方法，尤其是可以怎么样多观察或者是多学习好的领导的那种
他的工作风格，我觉得一个好的领导是会规划时间，会给手下的人交代事情，就是会，而不是说直接给，他是会给，就是很有智慧的那种。有他作为领导的一些特权，就是他可能会享受一些时间上的宽裕，他可能能做别的事情，因为他正好是领导，但是他就会利用他的那种比较智慧一点的偷懒技巧，然后合理的分配给手底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个人干什么，每个人干什么，每个人干什么，那他自己就轻松，适当的相对来说轻松一点。我觉得可以观察他是怎么去管理他的手下，我可能会参考一点，看我怎么去做，以此类推，放到我身上来帮我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吐槽领导，吐槽老板，最大的一个吐槽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吐槽点就是哇，这个人这么蠢是怎么能当上领导的，就是他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时间规划和分配工作的那个不合理啊，就感觉事情还没有做就已经麻烦一大堆出来，就谁都没有清闲下来，他也不闲，我们也闲不下来。对，就是跟这种领导是最难受的。我甚至最近会觉得，我其实有的时候能够接受一个比较稍微有点专制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他的想法，但是他可以 push 我狠一点，但前提就是一定是这个事情他想清楚了，他其实也是让我们用一种更高效的方法，虽然可能我会学习某一种东西会有点痛苦，但是我做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以后对我长期来看它有益，但是如果就那种细节上他不停的抠的毫无用处，就是一个对时间规划好一团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们整个这个 team 做事情永远完成不了，就白干加白干再白干，永远就是天天拍脑门，天天在开会，最后一个产品都没有落地。这时候之前我会想起我以前一个领导，我觉得他对我影响还挺大的，他就是你说的那种，他真的很严格，有的时候我看他我会害怕，我有点害怕，就他非常严格，你就感觉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格外的紧张起来，要小心翼翼的，生怕他哪个地方觉得不满意，他让你重做，就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人。但是我有时候觉得我的一些懒差点被别人偷走了，是他保护来为我争取回来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是助理嘛，然后我是跟着服装组和跟着美容组是两头干事儿，谁找我就跟着谁。那2天我是跟着美容去进到山区的一个就类似于像度假村的那么一个地方去拍了点照片给一些产品，2天1夜，所以呢其实还挺辛苦的。然后拍完那天我们又开车，其实很疲惫。我的这个计划美容组和服装组都知道了，所以呢大家知道我这2天干什么事情，那我除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别的事情再安排给我。所以那天我们回进市区的时候，大家就说啊，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一会儿去吃个饭，然后吃完饭然后大家就各回各家去休息吧。那天下午我就感觉啊，我这个任务马上要完成了。然后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同事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忙完了吗？我说忙完了。他说那你回来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回来得还一下我们之前拍摄用完的衣服和道具，比如说什么配饰之类的。我说就得今天还吗？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傍晚，北京的高峰期，来回就是路不好打车，真的我当时真的很累。他让你回去说明他在那儿。对，他在公司，他让我回公司拿上东西再去还给品牌。我说这个路上可能会很堵，也很晚了，真的一定要今天还吗？这就是你最开始说的那个是紧急的事情吗？它是很紧急的事情，它看起来是很重要，但它真的紧急到我当下就必须一溜烟儿一个筋斗云就翻到公司，然后拿上衣服一个筋斗云再翻出去，就是吗？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说真的吗？我说这个衣服一定要现在还吗？然后他说是，他说我发烧了，我身体不舒服啊，然后你回来还一下吧。其实当时我真的不想，我真的很累，而且我那天是有自己别的工作的，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不是我当天要完成的事情。那你不就还是想用我嘛，对吧？因为你身体不舒服，所以你想用我，偷懒对象。他想偷懒，结果我变成了我的懒要被偷掉。我就其实很纠结，但是我还是答应了。我说行，我说那你等我吧，你等着吧就，我现在回来。然后我这位严厉的领导就听到了，他说怎么了？我说我现在要回公司拿东西去还。然后他立刻就
拿起电话。当然他是领导嘛，对吧？就是我当时对也什么都不是，所以他是领导。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也该做这个事情，要保护你的员工。他就打电话说，这个东西是今天一定要还吗？是什么情况？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忙了一天，我们都很累，他也很累，我们原计划吃完这顿饭就要回家的，就要下班了。今天这个东西一定要今天还吗？电话里可能说的是就是要还。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能还？然后他说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想让我去。那个领导就说他今天去不了，他今天忙了一天特别累，他要回家，衣服今天不要还，你也回家休息。电话就挂了。当时我们全屋的人都特别安静。另外一个我的同事就在鼓掌，掌声响起来，默默的鼓掌。是。紧接着我的手机又收到电话，然后那个女孩就说那你今天别来了，衣服可以明天还。我的白眼都翻到那个公司去了。我当时特别感激这个领导，我觉得他特别有原则，对于该做的事情非常的严格严苛，但是他也帮我解决了一些本不应该是我干的事情。对，的确嘛，这就是我觉得他其实这样之后，当他真的需要你做什么事情，他就不会像狼来了一样。对的，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啊？对的，到底偷不偷懒啊？就是你干脆直接拒绝了，其实你就是偷懒了。但是你可以避免类似的事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面，用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好惹的这个。对，就是他这样的处理方式呢，他让我就是能做人。就是两方都不得罪。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第二天呢，我还能继续干我的事情。那个女孩就感觉就是无事发生嘛，也没有特别尴尬。他反而还就是有一点高情商的帮助了我，没让我那么难堪。是，而且你想啊，这件就是吃力不讨好，你做完这件事情只是你做完了，对，你不如偷懒，因为就是这个世界上，在你的身边啊，你帮别人做了，可能他也会觉得就是一种顺便。只不过吃个力而已，只是一个苦劳而已，你功劳也到不了头上。那你帮我修2张呗。对，当它成为一个常态，你可能就会变成越忙越穷，越穷越忙。这个穷可能不是钱，是时间上的。对，你就会不断的被压榨，最后你就永远只能在那个底下做可能来回的，就是跑路的工作。就是在职场面，你可以不升职，你说我就在做这个很基础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你总要提高你的效率吧，尝试，否则的话，你永远用算盘打那个加减法算数，对吧？你是算总和，你算盘小能手，珠心算小能手，但是真正的工作，它生产力在发展，你肯定要学会怎么用 Excel 往上往前，对，怎么用一些工具，怎么用一个程序去把它量化。就包括手机里面有那个快捷指令这种东西，你要学会去把你手头所有的你手头已有的一些电子工具利用到最大化，而不是像以前我可能以前用 iPhone 的时候，和现在用 iPhone 的时候区别挺大的。就现在想想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接电话和发短信的一个后来一看iPhone 还有这么多功能自己都没有用上。但是你一旦用上了以后，一旦适应，其实这个可能刚开始你可能有点不太熟悉怎么操作，但是人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嘛，你只要一适应，你就发现它能帮你节省很多时间，批量处理，对吧？对，你但凡能同步的，你就先同步；但凡能批量处理，你先一步到位，然后你再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别校有一个特别夸张的做菜偷懒小妙招，他有一个六婆，哇，他们家亲戚六婆，我特别想放在今年年底的好物推荐number one 就是六婆辣椒，就是啥人间瑰宝，水煮弄，他偷懒的烹饪方式就是给上一万物皆可煮，然后撒点六婆辣椒。对，但是我觉得就吃这件事情上。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就你知道手打的那个手切的肉，手切肉，什么手打虾滑，还什么手打什么东西，然后以及这是我们切菜手就是手掰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那个手撕包菜，对，肯定比刀切包菜那个吃的要好吃。还有那个肉馅剁的，就是那个刀一定比你那个机器搅的。对，还有我现在觉得就是吃水果其实是很累的，还包括你得一口一口咬，
别人的预制的切好的是很方便，或者打成果汁是很方便，但它的风险就是这个水果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切完了氧化了，不新鲜啦啊，那个而且坏了喝完了果汁果汁都是糖分了，因为对纤维都被打碎了。哎，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再给它绕回来，就有的懒可以巧妙的偷，对，但也不是说有些懒完全就应该被取代。对的，对的。我觉得很多现在所谓的那个匠人，或者比如说你说那奢侈品，为什么那些手工包那么特别贵？比那些机器生产的东西为什么会就是更有价值感，或者是人家做酱油为什么就是这个古坊啊做的就会很好，是因为它真的在时间，而这种东西是很难被替代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的比如在职场里面的偷的那些懒，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步一步往上或者是走更好的话，你就发现你是没有任何懒可以偷的。有些懒是偷不了的，对，你偷不了懒，你就得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更多的事情，你才会觉得你的规划是一步步实现的。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你的懒是任何都偷不了的。而我俩想聊的偷懒，完全就是怎么样去尽可能的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多一些放松的时候。对。比如说我想的就是我就喜欢用那个智能家居，就是布控完了之后我就全都控制了，全屋控制。我现在下楼，我先把我们家灯打开，我手机直接 app 操作。对，但对于别人来说，他就喜欢那个拨弄开关那一声，我就喜欢到处去摁开关，当当当。对，一定找你。这个对我来说，那我就不想偷这个懒，我就愿意去弄。所以一定要找自己了解自己的。是，真的就是如果我喜欢的事情。其实我不用偷懒，是的，我很享受，我很享受切菜，对，我就慢慢的我自己弄，对，我做饭我就是这个没问题，享受，那你就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上面，对，但是你不喜欢的事儿，也不用憋着勤奋了，对，能懒就懒，爱咋地吧，不重要，对，不重要，这都是属于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事儿，对，就是不是你的主线任务，你的支线任务，你分优先级，哪些就真的是没那么重要的，你就懒吧。对，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干点啥不好呢？多睡点时间，多睡会儿觉也行。所以我们学会懒，怎么去偷懒，同时稍微可能给自己提个醒嘛，看一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让我这一天24小时变成25小时，来至于48个小时，学习一下那些48小时的优秀人才。你说会不会有人直接在评论区说我的偷懒方法是不要吃饭，这样我每天就可以省30分钟吃饭的时间？那不行，我不看这条评论。这条屏蔽我把它这条如果有这样的评论我把它屏蔽掉。我不行，我得吃。好，那我们就祝大家效率高，产量高，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你自己愿意慢慢做也很享受的事情。祝大家都会成为会偷懒的人，重点在会。对。今日份肤浅到此结束，相信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角度和方向。如果你喜欢，有任何想法，欢迎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微博、微信和小红书账号都是现实肤浅，欢迎你来说说话。虽然我们小红书账号没怎么更新，但万一有一天就运营了呢？你先关注一下吧。好。你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现实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愿意打赏或者分享给朋友，我们在这边远程给你鞠躬啦。愿我们保持沟通，共同讨论。